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房车使用5年后，我再谈房车第15集横床和纵床到底哪个香，哪个好用啊？我们先抛开这个后置除位的车不谈啊，我们就谈传统布局啊，而且呢不谈那个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新颖的什么所谓布局啊，我们就讲传统的布局甭管是 B 还是 C 啊。那么先说我的看法啊，我的看法呢是认为横床更香啊。但是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身高啊。如果说你是一个1.85米的大帅哥啊，那恭喜你啊，可能横床可能不适合你啊，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绝大部分的房车，它的这个，如果你做横床的话，就算做到2米，你1.85米的大个子，可能也睡得不舒服啊，因为还要刨掉这个箱体的厚度啊，还要刨掉这个枕头的后面的有一部分，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你头顶天，脚顶地吧啊？不能没有一点活动空间啊，那也不行，对不对啊？好，那么我们就说普遍身高吧啊，这个1.8米以下啊，1.8米以下啊，这样的身高啊，那么你就可以做横床有什么好处啊？我先说的好处常见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它下面有一个大通舱可以储物啊，这个好处是纵床没有办法比拟的啊，是最方便的一点。第二个好处啊，就是它两边可以做通风啊，就是头和脚的部分都可以做窗户，可以来贯穿风啊，通风更痛快啊，视野会更好啊。那么第三个好处嘛，那么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睡觉习惯啊，可能在尾部做一个横床，它有一个所谓的空间的隔离感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在横床的旁边肯定有什么卫生间呀，会有橱柜啊、衣柜，是不是？它会给你遮挡一下啊，会在空间上给你营造一种，这就是我的卧室的一种感觉，它会有一种隐私感，然后有一种空间的那种隔离感啊，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呢，你会觉得你的个人隐私得到充分的保护啊，不会让人一眼看透啊，这也是纵床没法比的啊。如果说你在传统布局里面，这个纵床，你会觉得你会始终觉得你就在客厅里面睡觉啊，没有那种在卧室的那种空间的单独的卧室的这个空间感没有啊，这是这个我个人认为的啊，可能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是这么有这种感受的啊。这是我对这个横床和纵床的一个基本看法。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都忽视了，就是房车在停车的时候啊，有时候很难停得特别平，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车头部分高，有的时候呢是车尾部分高啊。所以说呢，你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你是纵床的话，你很可能，如果说车尾部分高的话，你很可能，你就要换一个睡觉的方向啊，避免你的头部处在一个低位啊，这样的话你的头部、脑部会充血，对不对啊？等于说你是这么睡觉的啊，头在这儿，脚在这儿，那是不是血就会冲下来，对不对？反过来也一样啊。如果说这样停车的情况下，那你是不是也要调动一下方向啊？所以这个也是挺讨厌的一件事情，是吧？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会临时思考一下，我要把车怎么个停法啊？是头冲这个高的地方，还是脚冲高的地方啊？我会停车的时候我会犹豫啊，有的时候呢停错了还得重新再来一遍啊，因为我那个车大家可能熟悉的话知道，我那个车是个上下铺啊，关于上下铺单独再说啊。所以我是比较忌讳头
低的这种情况啊，这是重床的也是一个缺点。但如果是横床的话，这点就好一些，对不对？如果是横床的话，顶多也就是说你会不会滚下来啊，对吧？但是不会了啊，不会那么夸张，对不对？不会那么夸张，它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头低脚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就是横床和重床的区别啊。如果说你的身高很高啊，那恭喜你，那你很可能你只能选这种重床啊，那你就不用考虑了啊。那么像我们这种身高啊，像我是1.75米的身高，那毫不犹豫啊，如果再买房车的话，再换房车的话，我还是选择横床来睡觉啊，我觉得更安逸一些。至于说后置厨卫的布局嘛，我现在还在犹豫啊。我始终觉得这种新颖的这种所谓的新式布局，好像还不是很香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布局啊，尽管它有它的优点啊。好啊，关于这个针对这个传统布局啊，到底是重床还是横床，我简单说说我的理解啊。另外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要补充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做重床的话，你很难做得很宽啊，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啊。所以说我那个车身呢是 B 型车，就更是如此了啊，那我只能做成上下铺的形式，对吧？那么你如果说是 C 型车可能你的重床还能做得稍微宽一点啊，但是睡2个人也是不舒服的。关于这个前面几个视频我也说过啊。OK 啊，这是关于这个房车上面经典布局到底是选横床还是重床的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大家别忘了点赞哟。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